师傅，你个老逼的，让我下山帮你报恨，你倒是给我点钱啊！虽然小爷我山低命小，我无以不及他，但是城里人他不信啊。3天，小爷我已经3天低迷未见。天地一片。李艳，雄厚资产，重金求子，哇！帮人生孩子就能挣10万块，这活儿啊！傻子吧，这都信？等着被骗吧你！他是诈骗，我打了他亲妈都不信。喂，李艳小姐，小哥哥，缘分呐！丽晶小旅馆601，等你哦。这生意得劲儿。李艳不是说她在等我吗？人呢？李艳居然这么漂亮！快找，沈家大小姐被下药了，挖地3尺也得找出来。等等，要不我先去洗个澡吧？洗什么？直接来。其实我是个神医，我有别的办法，不那样也行。不来就滚，还是说不行？你敢质疑我，我会让你后悔的。笑什么？还不赶紧走？那个还想做梦？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把今天的事情给说出去，我杀了你！哦，不是美女，我是想说，你还没给钱呢。钱？你居然找我要钱？怎么办？本小姐第一次都……给你，够了吧？别再让我看见。10万，变200了。喂，小哥哥，等你半天了，怎么还不来啊？我操！搞错了，刚才那个不是李艳。小叶，我是沈泽山，你师傅说了吧？你这次下山的任务就是娶我女儿。紫阳真人，你个老逼的，钱都不给我，还让我娶你恩人的女儿，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美女，我没事。我有事，你突然窜出来吓坏我罢了。他身体不好，出了问题，你负责。你开车开这么快，差点撞到我，还是我的错了？我不管，给我道歉，否则后果自负。这不是首富的千金郑大小姐吗？早就听说过郑大小姐，不仅有钱有颜，还是武道高手。这小伙子认谁不好，偏偏认郑大小姐。什么后果？找死！啊！高手啊！高手啊！可能力量不过还是不够，再练个100年吧。
住手！爸，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许战武伤人。可是爸，他闭嘴！年轻人，对不住了，是我教无方。咱们走。等一下，还想怎么样？要赔偿？你爸活不过3天了。你爸活不过3天了。你说什么？年轻人，你不要得寸进尺。我知道自己病很重，但医生说过，我至少还能活1个多月。哎，兔包子，你干什么？住手！爸，你没事吧？我感觉我好了很多呀。多谢小友出手相助。这怎么可能？敢问怎么称呼小友？苏毅。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你这浊气攻心需要特殊的治疗手段。等有空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彻底根除。好，多谢小友。自己，快去后备箱把那2瓶神仙酱拿来。爸，那酒可是有价无市啊！快去！便宜你了。正好我要去拜会一位蚁人，那我就缺职不恭了。爸，万一他是个骗子呢？自己，你相信爸爸的眼光，他或许就是我郑家的贵人。走，到医院查一查就知道。好。小伙子是真能喝呀！我再去打一壶汤。说，真喝不下了，已经喝8杯了。闺女马上就回来啊！爸，我回来了。好，回来了。怎么是你？啊，你俩认识啊？啊，早上，哎，你俩不喝了？这你别急呀，你爸还在外面，慢慢来。哎，这次我配合你。你无耻！我警告过你，离我远点，否则我会杀了你的。现在立刻离开我家！喂，师傅，不是徒儿不听，是人家不愿意。哎，韩少，韩明飞，你来干什么？清月宝贝儿，我们快结婚了，我来你家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韩明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麻烦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我的主意。就是，清月说的对，韩少，你想，在江城，谁不知道你是本少看上的女人？又有哪个不开眼的东西敢跟本少作对？他就是我男朋友，他就是我男朋友。你上午睡我，现在亲我，小月我不要面子了。你个秃老帽，离我的清月远点，不然我干死你啊！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偏要离他近。妈的，找死！韩少息怒，月月肯定是找来挡箭牌，他怎么可能看上他呢？对吧？思思，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还有，他真的是我男朋友。男朋友？清月，别装了，你就是想让我吃醋，对不对？没错，月月就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平时不好意思说罢了。哦，对了，叔叔，这是韩少特地给您带的特供茅台，好几万一瓶呢。这个无功不受禄，就不收了。涂老帽，既然清月说你是她男朋友，第一次登门，你该不会是空手来的吧？好巧，我也带了酒，而且呀，比你的好几百倍。闭嘴！你带的能是什么好酒啊？
叔叔，这就是我给你带的酒。地摊假酒都比你这个贵，笑死我了。月月，你到底是去哪儿找的这么一个二货？没钱还硬装。这种事情能不能商量一下？就行。不信，那就赌一赌。要是谁的酒差，谁就从这儿爬出去。小野，你别冲动啊！人家那真的是好酒。好，赌了。刚好今天本少心情好，不介意和你这个穷鬼好好玩一玩。来，岳父，您来当裁判。沈叔，你不信我？我确认了，他就是闹剧。怎么样，岳父？是不是酱香浓郁，唇齿留香？小野输定了。土包子，认输吧，跪下道歉，保证消失。本少心情好，还能饶你。你还是操心待会儿怎么爬出去。狗东西！陈叔，尝尝我的好酒。还好酒，能好喝啊？我叫你爹。思思，别说了，丢人丢大了，这下韩明飞恐怕更难甩了。啊，酒味醇香，回味无穷，唇齿留香啊！这是千万难得的神仙酿啊！什么？你输了，现在爬出去吧。不可能！想让我爬？休想！你个老东西，你耍我！本少是不是给你脸了？沈叔，你怎么能帮这乡巴佬呢？韩少，我这可是实话实说，从未偏袒任何一方。你不信，你可以自己尝啊。好啊，听说你们想要郑家东郊酒店的订单，我韩家刚刚跟他们签下了独家合作，本想送给你们。真的呀？现在休想！不行啊，这个订单对于我们沈家来说太重要了呀。可我们沈家也不能言而无信啊。清月的丈夫，这就只能是小易。对，清月的丈夫只能是小易。个老东西，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明天中午世纪大酒店签约仪式，想要订单，带着沈清月过来，跪求我娶她，否则沈家破产。我说的。叔叔，清月，你们糊涂了！韩少，等等我呀，韩少！爸，怎么办？为了郑家的项目，咱们沈家也撑不了多久啊！怕什么呀？不就是郑家吗？我打个电话让他们把项目给你们不就行了？闭嘴！你不说大话，没人拿你当哑。清月，你别吼他。小易啊，你是有所不知啊，郑家势大，就连我都难以接近，那更别说你了。沈叔，我没骗你，张黄峰欠我一个人情，这酒啊就是他送给我的。明天我带沈清月过去，让他把项目给我们就行了，就当是我替师傅报恩了。你有完没完？哎，这是你假扮我男朋友的报酬，你拿上钱赶紧走人，我不想再看见你。哎呀，清月，什么假扮？你跟小易处的不是挺好的吗？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就是爸经常给你说的那个未婚夫。什么？让你住进来，那是逼不得已，但想让我嫁给你，绝无可能。在我爸没改变主意之前，你就先睡在地上。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碰我，你就死定了。要是再敢碰我，你就死定了。也不知道当初是谁主动的。你说什么？没什么。
哦，我是说，你只说了不能我碰你，那要是你碰我呢？小爷我不是亏得慌？不可能，你别做梦。这样吧，咱们来约法3章，谁先晕，谁就是小狗，怎么样？不仅肚子丢着，而且一点风度都没有。本小姐发誓，一定要将你赶出去。奇怪啊，怎么没动静呢？小叶、秦月，你们睡了吗？我给你们送2杯牛奶啊！哎，爸，你先别进，等等，上来，要不然就给穿帮了。穿帮跟我有什么关系？谁晕谁小狗？你算你狠！不是，沈清月，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你小狗啊你！人呢？这你们爸，你干嘛呀？我这牛奶，我放桌上啊！你俩继续，哎，继续啊！哎呦，这年轻人玩的就是花呀！床上那么大地方都不够他们折腾，居然还……不过抱孙子有望喽！爸，您就别烦心了，我打听过了，今天的签约仪式上，郑氏集团的副总王琦也会在，到时候我求求他，肯定不会让韩明飞一手遮天。副总，郑红枫妇女他们不来了吗？那可不行啊！我跟沈叔说过，我要让郑氏妇女亲手把订单交到你们手中的，这样不是显得我言而无信了吗？不行，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啊！你有完没完？本来就是一个从山上下来的农村人，就非要装什么大人物？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让人更加瞧不起你？行了，清月，小易说这些话听起来确实有点没谱，不过他也是为了给我们宽心不是？只是没想到韩明飞这次居然这么狠，不仅取消了我们的投标资格，还联合业界一起来封杀我，真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行了，要不你还是回去吧。你跟着进去，不但起不了任何作用，还有可能会激化矛盾。不过你放心啊，不管到什么时候，清月都只会是你的老婆，谁也抢不走啊！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行了，先进去再说吧。不是这么让人没法相信吗？走，看在师傅的面子上，我再帮你。赵主任，您确定您没有看错？我爸体内的癌细胞真的少了一半。这简直太神奇了，简直是医学界的奇迹啊！郑总，您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高人了？啊，你呀是不知道。喂，哦，小神医呀！哎呀，你看我这正要找你呢，你这电话就打过来了。你说，啊，订单呢？没问题，你放心，我现在啊，我马上就让我女儿给你送过去。好。子琪啊，你现在马上赶到世纪酒店，亲手把咱们公司东郊那份项目啊，不行，东郊的那份项目太少了。你这样，你带着咱们公司的人一块儿过去，准备一份100亿订单和10个亿的谢礼，亲手交到小神医的手上。爸，您这……哎呀，放心吧，爸爸这都是为你好。
你没看出来吗？那小伙子，那一看，那就是人中龙凤。你呀，跟这样的人交好，那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哎，还有，你告诉王琦一声，好好的给我招待这位小神医，出任何差错，我扒了他的皮。好吧，知道了。好，去吧。你放心吧，只要找到王总，事情还会有反转的余地。当务之急是先找到王总。事到如今，只好见机行事了。哟，清月宝贝儿，沈泽山，你们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吓我一跳。韩明飞，谁是你？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我知道你们父女俩都看不上我。甚至昨天还找了一个乡巴佬当挡箭牌过来羞辱我，但是我不止一次跟你们讲过，你沈清月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女人。今天我就让你爸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来求我把你抢。你，韩少，我可以下跪求你，请你放过我们沈家，但是我绝对不会言而无信将清月嫁给你。韩少，稍安勿躁。你看他们现在还有选择的余地吗？请求韩少放我们沈氏一马。你别说了，这是救我们沈家唯一的机会。请韩少放我们一马。让沈哥跪下，你也配？小叶，不是不让你跟进来吗？你怎么来了？沈叔，我已经给郑文峰打了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只要他们到了，那沈家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这个小伙子竟然有郑首富的电话，难道他还是个什么大人物不成？狗屁的大人物！我看他啊，就是一不折不扣从乡下来的土包子。看他穿的这一身穷酸样，不然他怎么可能连吹牛都不会吹呀？还打电话给郑首富，我看他的身份在郑首富家里边当条狗都算我输。这就是你们父女俩找的后手吗？感情就是找了一只土狗跑到这儿哗众取宠啊！沈泽山，你为了不把你女儿嫁给我，你真是连老脸你都不要了。只是你觉得我们大家伙会相信这只土狗说的话吗？这沈泽山还真是老糊涂了，看来我们跟着韩少一起封杀沈家是对的。还有沈清月，这些年是干出了一些成绩，不过毕竟是个女流之辈，要不然能干出这等糊涂事来？很得意，很好笑。记住你现在的嘴脸，你现在有多短，待会儿就会有多狼狈。够了，苏叶，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不要再说这种不着调的大话，可你就是不听。你现在代表的不单单是你自己，还有我们沈家。你这是让我跟我爸跟你一起丢人啊！沈叔，连你也不相信我吗？哎，小易，不是说了叫你不要跟进来吗？你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行，我知道了。如果不是老头子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帮你们沈家渡过难关，我又怎么可能跑到这里来管你们这个闲事？小子，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有钱人和你最大的不同。像你这种生活在最底层的蝼蚁，我们有钱人可以随随便便将你像垃圾一样丢弃。韩少，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她不是蝼蚁，她是我们沈氏的女婿。小子，昨天就是因为你让本少丢尽了脸面。来，从本少这钻过去，本少心情好了，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来，钻过去。你知道上一个跟我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哇！韩少，你没事吧？韩少，那个乡巴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居然敢打韩少！来人啊！
给我将这个死家伙狠狠的打！给我干死他！慢着！呀，这是正式财团执行副总裁王总，这个土包子，这下完了！他敢在郑家的地盘上闹事儿，郑家不会放过他。岂止他完了，恐怕连沈家也得跟着受牵连。爸，这就是你口口声声夸赞的好女婿，现在好了吧？把咱们沈家给害死了。我不好意思，王总，不是我不给郑董面子，是这个乡巴佬，他不仅不给我面子，而且他还不给郑董事长面子。他还说郑董事长在他面前就是个屁，郑董来了也得听他的。如此大言不惭，就应该大卸八块。韩明飞，你想死，我不想死。您就是苏先生吧？不好意思，苏先生，我来把他。不好意思，苏先生，我来把他。不是王总，您搞错了吧？这个土老帽何德何能能让您尊称他一声苏先生啊？应该叫他大卸八块才是啊！我看被大卸八块的是你才对。苏先生可是郑董的贵客，郑董的贵客你都敢，你有几条命你？什么？他居然是郑董事长的贵客！小易，原来你真的没有说谎，都怪沈叔叔误解了你。难道是我误会了他？他真的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不然，我爸又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让我嫁给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王总，你千万别被这个土包子给骗了。这个手机里面有他的资料，我特意调查过他。这个土包子从小从农村长大，3天前刚刚下山，他怎么可能认识郑董？更不可能是郑董的座上宾。难道真的是我搞错了？敢问这位先生，韩明飞说的是否属实？您确实才从农村出来？真是如此。你怎么不早说？老子今天差点被你这个土老帽给骗了啊！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你要完了。土老帽，王总什么身份？你他妈又是什么身份？敢让王总对你卑躬屈膝的？今天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啊！吓老娘一跳，还真以为惹上了什么大祸。清月，我看你和沈叔叔也是被这乡巴佬给骗了。刚刚就是你打人是吧？啊，胆子不小啊！敢在郑家的地盘撒野，来人，把他丢进海里喂鱼！王总，稍安勿躁，年轻人年轻气盛，求求你，看在我薄面的份上，不要跟他为难。给你一份薄面，你有什么薄面啊？原来你也是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你就不怕郑子琪来了之后不放过你们吗？哎呀，小叶，怎可直呼郑家大小姐的名讳？你赶快道歉。是你们怕郑子琪，又不是我怕。再说了，这名字不就是用来被人叫的吗？够了，苏叶，你非要置我们沈家于死地才甘心吗？自己本来就是个小角色，却幻想自己是一个大人。我告诉你，你就再怎么笨白，也始终是你，永远也成为不了真老婆。大小姐，百亿订单及10亿谢礼已经准备好了。我爸说你是条真龙，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走吧。清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小易可是你的未婚夫啊！未婚夫？我可没有这种不切实际、满口胡话的未婚夫。精彩，实在是精彩啊！土老帽，现在你的靠山可都把你抛弃了，我看你还怎么狂！靠山？我的靠山从来只有我自己，就连你们畏之如虎的郑鹏峰，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罢了。哎呀，不知死活的狗东西，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好，
把他给我打出屎来，老子看他嘴有多硬！上！王琦，你好大的狗胆，竟敢伤我爸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大小姐，您说您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不好带人接您？想必大小姐今天过来是为了见董事长的贵客吧？可惜苏先生没有来。不过，今天倒是有一个王八犊子在这儿冒充苏先生，正好被我逮了个正着，属下正准备对他进行处置呢。韩少，这就是郑家大小姐吗？好大的气场呀！还有，王总说的那个苏先生到底是谁啊？郑家大小姐亲自来接他，还有这么大的排场？不知道，可能是上京来的哪个大人物吧，但绝对不可能是这乡巴佬。小子，你狂啊！你怎么不狂了？怎么郑大小姐来了，你倒成缩头乌龟了呢？啊！韩少，你真坏！一个窝囊废，不当缩头乌龟还能怎样啊？缩头乌龟也好，千年王八也罢，这个孙子，我今天让你不死也得脱层皮！小子，你笑什么？你死到临头了，有什么好笑的？笑你们蠢呢？你知道一个词儿叫物极必反吗？你现在有多嚣张，待会儿被打就有多痛。什么？我会被打脸？那我真的好怕呀！小子，我告诉你，以本少的身份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蝼蚁一样简单。你告诉我，物极必反在哪儿呢？哎呀，韩少，你跟一蝼蚁浪费什么时间呢？啊，今天大小姐是要来见大人物的，如果耽误了大小姐的时间，那谁都开罪不起啊！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垃圾玩意儿清理出去。哎，小叔，有没有可能郑大小姐要见的那个人就是我呢？老子没来，女儿也行，正好让她亲手把东郊项目交到你的手上。小子，你笑死我了！你说什么？你说郑大小姐要见的人是你？你觉得你这个穷屌丝、臭土鳖，你配？这叫没有妇人的命，却得了妇人的病。清月，我要是你啊，早就跟这个乡巴佬一刀两断，投入韩少的怀抱了。小易啊，小易，不是沈叔说你，事已至此，你就不要再逞口头之快了，行不行？你呀，这个吃亏全吃在你这张嘴上。我闭嘴！一向向着你的我爸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件事情结束后，你立马搬出沈家，我永远也不想看到你。盛小姐，苏玉她是从乡下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如果哪里有得罪您的地方，希望您还可以海涵，我替她向您道歉。道歉？沈小姐，你不觉得这道歉太廉价了吗？啊，如果今天不收拾这个狗东西，那他日是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敢在我郑家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了呢？啊，愣着干什么？拖出去！你耳朵是聋了吗？大小姐，您是在跟我说话？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生这个狗东西的气。你放心，我现在就让这个对您和董事长不敬的东西付出代价。大小姐，你打我干什么呀？我问你，你耳朵是聋了吗？没听见我刚刚叫他什么？叫他救命恩人，他是董事长的救命恩人啊！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我爸爸的病确实因为你有了好转。这是你要的送给沈家的100亿订单，另外还有我爸特意为你准备的10亿现金。领起法拉利的跑车钥匙，以领钱宫别墅当本。
帝王绿，山洪北侧。哎呀，明末清初斗彩金刚杯，这都是有价无市的宝贝啊！这史叔，这是我答应给你们的，不过不是东郊项目，而是100亿订单，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啊？因我沈家底蕴，日上打拼了一辈子，也收不到郑家的一个100亿订单啊！但是他们却因为你可以给我们这么一个大单，你到底是谁啊？不，这不可能啊！郑大小姐，这个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让他给郑家洗厕所他都不配啊！他何德何能能让您给郑董事长送如此重要的礼物啊？韩少说的对呀，郑大小姐，你看他穿的就比乞丐好那么一点儿，他就是一个土包子，怎么可能是大人物呢？郑小姐，你是不是被他给蒙骗了？你们的意思是说，我和我爸都糊涂了，连礼物送给谁都不知道，是吗？我这不是做梦啊，这是真的呀！我清月啊，原来人家小易他没有吹牛，都是我们俩心胸狭隘啊！狗东西！如果不是你，我会得罪苏先生吗？啊！喂，把他打出去！如果不打出去，算他家的紧！快！我走！苏先生，大小姐，我错了，都怪我天性小人谗言，饶了我吧，我错了，对不起。这可是郑氏集团执行副总裁，随便一道命令就能让沈家覆灭的存在，眼下居然跪在一个被我看不起的男人面前如此卑微，难道真的是我目光短浅，不识真龙？韩少，一个小长大嫂让被打死了！你被打，我难道没有被打吗？我能有什么办法？你给我点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啊！你准备怎么处置他？我怎么处置？他是你的人，当然你说了算了。王副总，所以是我爸的救命恩人，你今日这么对他，就是陷我郑家于不义。该怎么做，你自己知道。杨小姐，我会主动辞去副总裁的位置，谢苏先生、戴小姐开恩。王总，千万别被这两个骗子给骗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开除你。相反，现在将他们拿下，倒是大功一件。闭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想死别带上我！哎呀，王总，你信我，死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啊！土包子，你别以为你找了2个演员演戏，你就成大人物了，你也配演戏？没错，据我所知，郑董事长重病，昨日已前往云州。郑大小姐全程陪同，而云州距离我天海几千公里啊！郑董事长重病，一时半会根本就看不好。试问，本该在云州的郑大小姐，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韩明飞，你别在这颠倒黑白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但郑家大小姐王总怎么可能认不出？又怎么可能会认错呢？众所周知，郑大小姐崇尚武道，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事儿。王总将她认错也是正常，更何况如果有意冒充，找个跟郑大小姐长相差不多的演员，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没错，我虽然见过大小姐，但那已经是前几年的事情了。现在就算认错，那也不是不可能嘛。这样，我马上给董事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他们是不是去了云州。好你个穷鬼，你说大话吹牛就算，你还敢骗人！今日你们都死定了！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啊，有的人没有。我说啊，这个郑家的大小姐当的还真是够失败的，居然连自己手下都敢怀疑。看来叫你打一顿都是便宜你了，信不信本小姐一个电话让你韩家不复存在？小美女，你演戏演上瘾了是吧？说吧，这个废物给你多少钱啊？让你这么卖命替他撒谎，我给你双倍，不是要给你10倍。
没办法，本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有钱，拿钱都能砸死你这个穷鬼。王总，电话打通没？怎么说？董事长没有接听电话，不过打去了总公司，得到了证实。董事长和大小姐昨天就已经去了云州。怎么样？苏一，你老实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能怎么回事？这个土狗骗财骗色的。其实啊，要证实大小姐的身份很简单。大小姐她自幼崇尚武道，有着深厚的内力。这位小姐，要不你随便打一掌，我们就能知道你究竟是真是假了。这回我们坚决站在小易这边。清月，我们之前已经质疑过小易了，这回我们要无条件的信任他。毕竟事情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展露身手？通知下去，立刻将王琦以及整个韩家从行业内彻底封杀。来人！混蛋！今天不给你们点教训，是不知道马王有几只眼了。糟了，忘记今日是15元月之夜，功力没办法正常发挥。哎呦，大小姐，你没事吧？堂堂郑家大小姐就这点武力值啊，还说不是假冒的？哎呀，清月，你看看，这就是你找的男人，连郑家大小姐都敢找人假冒，简直是胆大包天！哎呀，小易你糊涂啊！你说你平时喜欢吹吹牛，往脸上贴贴金也就算了，你这回怎么胆子这么大？你这是把天捅哭了啊！你，王总，你看这小易今天这件事情做的确实不对，我希望你能够饶他一命。他是我女婿，所有的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爸，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都现在了，您还要这样维护他？算了算了，我不管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想走？今天一个都走不了。哎，王总，让他走。咱们今天对付的是这个土狗。你不觉得这么漂亮的面子打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吗？你放心，今日过后，不仅是沈清月，整个沈家都将被本少死死打脸。放他走。清月，沈叔，你快去追他呀！别出什么事儿了。你放心吧，这群土鸡瓦狗还不配让我放在眼里。哎呀，小易，你这说你什么好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行了，叔肯定不会对你置之不理的。我这就出去想办法，我和清月一起想办法。哎，清月，你等等我。大小姐，要不要我出手？毕竟苏先生可是董事长的救命恩人，他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们恐怕不好跟董事长交代。先不着急，他如果连这点麻烦都摆平不了，那也不会成为我郑家的座上宾。别说我欺负人，你们4个一起上吧。小爷我就在那这里，只要你们能逼我挪一步，就算我输。小子，说你土，你还真是个土老帽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吗？全都是化境高手。别说是一起上，就算是他们打个喷嚏，也都能喷死。韩少，万一他有什么绝世武功呢？啊？他要是有绝世武功，本少就去厕所直播吃屎。看来还是我高估他了。王琦的4个保镖可都是化境高手，4人一起上的话，哪怕宗师都招架不住。他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很显然，他不清楚对方的实力。一个人连对方实力都不清楚，自己又能强到哪里去呢？这个人不光实力平平无奇，而且还很爱说大话。我算是知道他未婚妻为什么这么讨厌他。狗东西，你想死得痛快点啊？好啊，我成全你，一起上，弄死他！来！我还说跟你们多玩玩呢，没想到你们这么弱。
真是无趣。这不可能，不可能！这些可都是化境高手啊，都是以一敌百的存在，这怎么可能被这个废物一招轻松击败了？你究竟是谁？你别退出来！倒是你啊，郑大小姐。虽然你修炼的功法特殊，确实是有在月圆之时会功力衰退的症状，但我就不相信，身为首富家的大小姐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吗？你真是大小姐？王琦，你不认识我，这个你总该认识吧？郑家祖传的龙纹玉，只有郑家的子孙配拥有的。王琦，你们说的确实都对，大小姐昨天确实陪同董事长一起去了一趟云州，不过在去云州的路上偶遇了苏先生，苏先生妙手回春，治好了董事长的病，所以大小姐才会称苏先生为董事长的救命恩人。完了，这一切都完了，完了。韩少，什么完了呀？这一切不都是假的吗？他不就是一个让你见他的土包子吗？我扎你妈呀！要不是你这个贱人瞎给老子出主意，让老子在这里签约仪式上就逼着沈清月做老子的女人，老子会这么有眼无珠的得罪苏先生，得罪郑大小姐吗？我只是想挣点钱罢了呀。苏先生，郑大小姐，是我有眼无珠，您大人有大量，饶我一条命吧。饶了你，你不配。通知下去，从今日起，我郑家将对韩家进行全面封杀，凡是与我郑家相关的企业都不许再与韩家合作。封杀？被郑家封杀，那跟破产有什么区别？不，甚至比破产更严重啊！我的所有仇家、债主，统统都会找上门来啊！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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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韩家不会破产啊，只会蒸蒸日上。哦，对呀，我是千万亿富翁，我摊牌了。哎，整个云州，哦不，整个上京都是我韩家的，哈哈哈哈哈，都是我韩家的，我摊牌了，哈哈哈，我摊牌。韩少，完了。大小姐，他这是疯了吗？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突然让他去过苦日子，这样的心理落差当然接受不了。不过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好，我知道了。谢谢。清月，我就知道你对人家小易有感情，别不承认啊！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给人家陈家大少陈明打电话，让他来救小易？爸，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才不会对那个说大话的惹祸精产生什么感情呢。我之所以救他，是因为不想沈家因为他而受到牵连。爸，咱们可提前说好了，一旦他脱离危险，立马让他搬出沈家，我一刻也不想再看见他。去。等一下，苏叶，上次我爸的病情虽然有好转，但医生说还没有完全康复。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再帮他看看？啊，行。还有事吗？没事的话，你去取车呀。好你个苏雨，竟敢这么无视本小姐！你笑什么？大小姐，你是不是对苏先生动心了呀？以往的您可不是这样的，那些臭男人别说上您的车了，您可是连正眼都不会瞧他们一眼的。小瑞，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这样又土又没礼貌的人？想当我的男人，光靠能打是不够。陈大少，那个小易能不能救出来呀？救得出来？别他妈开玩笑了！我陈家过去是有些势力，但如今早已家道中落，人家郑家又怎么可能给我面子？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哎呦！哎呦！哎呦，小易，小易！哎呦！
你真的被皮皮哀哀救出来了？沈叔，你们怎么没有走啊？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啊？你在里面处在危险之中，沈叔能够弃你于不顾吗？那对，包括清月，别看他在里面说了那么多气话，他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的救你。你看我干什么？你少自作多情啊！我救你完全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清月，我爸跟我讲了他跟你师傅的故事，只要你老老实实，以后不说大话，不会再给沈家招惹没必要的麻烦，脚踏实地，我可以考虑跟你结婚。啊，哈哈哈！哎，对，小叶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陈氏集团的陈大少，多亏他呀，郑家才能够把你放出来，而且没有追究你的责任，你还不赶快谢谢人家？根据沈清月父女所说，这小子不仅在郑家的签约仪式上大闹一通，还花钱找演员冒充了郑家大小姐。郑家受到如此羞辱，为何还能放他出来？不应该的。沈叔，就凭我和您还有清月的关系，帮你们点忙也是应该的。闭嘴吧，沈叔，我都说过，郑家父女欠我一个人情，而且啊，他们把我封为座上宾，怎么可能会为难我呢？倒是这个人在这里无中生有，歪曲事实，你可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给骗了。是吗？既然苏义兄你那么有本事，为什么让叔叔小月那么担心，还特意打电话让我来救你？男人嘛，说大话，吹牛都没什么，但是千万别太过，小心啊，适得其反。哼，吹牛？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啊。那你呢？在这里混淆黑白，你到底是何居心？够了！人家陈明好心救你，你不感激人家也就算了，还在这倒打一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现在立刻马上给陈明道歉。让我给他道歉，除非我死啊！你行了，小月，这苏义兄刚刚进城，想说大话站稳脚跟，我能理解。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爸，你也看到了，我给过他机会了，他自己不知道珍惜，想让我嫁给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清月，苏毅，你就是个大混蛋！你知道我为了救你付出了多少吗？陈明他本来就对我心思不纯，如果不是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更不会去求他。哎呀，小子，我警告你，清月是我，离他远一点，不然的话，郑家和韩明飞没弄死，我也会弄死。清月，你别生气了，你不是一直想要东郊那个项目吗？正好我约了神医去给郑总看病，我带你一起去，顺便帮你把项目谈下来。我说小易啊，小易，你再这样执迷不悟，那沈叔以后可怎么帮你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哎，清月，你等等我。苏先生这样一武双修的，是多少世家大族都求之不得的，而沈家人却一叶障目，主动把苏先生往外推。真不知道他们日后得知了真相会是怎样一副表情。不过这样也好，正好给大小姐您创造了机会。小瑞，我有没有和你说过，再乱说话扣你工资啊？车钥匙给我，我自己开车回去。后事先非。所以我问你啊，你未婚妻这么误解你，你为什么还是愿意待在沈家？你就这么喜欢他吗？当年我师父渡劫失败，身受重伤，是沈清月的父亲偶然经过救了我师父，所以啊，我留在沈家完全是为了报恩，也是为了了却这段因果，这样我跟我师父才能了无牵挂的分身仙界。奇怪，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我八卦一下不行吗？苏毅，你怎么在这儿？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不知道从哪儿得知我们今天要来见郑首富，特意跟过来见世面。其实我也能理解，毕竟一个乡下人能见郑首富一眼够他吹嘘一辈子。不过他才刚刚大闹了郑氏签字仪式，就跑来这里，恐怕会真惹恼郑首富，到时候又给你们沈家带来大麻烦了。苏毅，我不管你平时怎么吹牛，但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赶紧走，听见没有？是郑黄蜂请我了，如果我真的走了，那你才没有办法交代。行了，苏毅兄，装一下就得了，装太过小心没法收场。苏毅，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走不走？你要不走的话，别怪我跟你翻脸。好，这是你逼我的。喂，10分钟之内叫几个保镖来湘北路郑公馆门口找我。看看，你在清月的心里就是个一文不值的垃圾。沈小姐真是好大的口气啊，敢在我郑公馆门口抓人，还有没有把我郑家放在眼里？郑小姐，苏叶，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自己过来也就算了，你还要把他给带过来，你是非要害死沈家，害死你自己才甘心吗？沈清月这话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她真的是郑小姐？原来是这样，是吗，苏义兄？如果她要真的是郑小姐的话，你和她之间那么熟悉，为什么又要让清月拜托我来救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也可以救苏先生，趁本小姐还有耐心，赶紧滚，否则断你的狗腿。这位小姐，麻烦你搞清楚好吗？知道我是谁吗？你一个冒牌货，就算郑家不收拾，我分分钟都能让你消失。是吗？那你是谁？之前宴会上没装够，现在又过来装是吗？早知道当时在宴会上就不应该救你，就应该让你尝尝濒临绝境的滋味。姑娘，我不知道苏毅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还是说他给过你什么承诺，但我想说的是，他就是一个什么本事都没有的乡下人，跟他混在一起，迟早会让你后悔终生。什么本事都没有的乡下人，沈小姐，我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通过你对苏先生的评价，你将来一定会后悔。郑小姐，何必跟两个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呢？我们还是先进去吧，你爸还在等我们呢。不行，站着，你不能进去。你自己想装逼想找死我不管，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坑害了沈家。哼！哟，您就是郑公馆的管家赵叔是吧？您来的正好，这里有2个人在郑公馆门前闹事，还有人冒充郑小姐。不过这2个人里面，不是他。行了，清月，你对你这个未婚夫已经够仁至义尽了，这是他自己找死，怨不了谁。不过你放心，等一会儿见了郑董事，我一定会跟他说，这苏毅的个人愚蠢行为连累不了谁。赵管家，您怎么还不动手？哦，我明白，肯定是这些普通人不足以让您出手。没事儿，我可以替您代劳。苏毅，现在好了吧？没有人能帮你了，你真是个惹火精。赵叔，你打错人了吧？大小姐，苏先生，大小姐，赵叔，我爸在里面吗？啊，在的。老爷得知孙要来，推荐我来迎接。您好，苏先生，老爷等候你多时了，请跟我来。哎，苏叶，她真的是郑家大小姐郑子琪。我已经告诉过你不止一次了。哎，但是你一个乡下人怎么可能会认识郑大小姐这样的大人物呢？不，这不是真的。清月，你相信我，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他把一个……够了，陈明，你实话告诉我，苏毅到底是不是你救出来的？
您是国医圣手李逢春李神医？没错，他就是大名鼎鼎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李逢春李神医。我特意把他请过来给郑洪峰郑董事长看病。我会向你证明，撒谎的人不是我，是你那个便宜未婚夫苏毅。老爷，不给人到了。好，请。哎呀，小神医来了，快，请坐，请坐，请坐。哎呀，小神医啊，本来您来，我应该亲自前去迎接，可是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小神医您见谅啊。这个家伙到底是谁？怎么会让郑董事长都对他如此的客气？难道之前真的是我误解他了？郑董，你客气了，我这是个普通人，不用那么客气。小神医，您真是过谦了。您要是普通人，那我们这些更普通的人，那岂不是不能活了？小神医啊，通过你的治疗，我这身体是大有好转呐。可是还没有痊愈，所以只要你能治好我爸爸的病，我郑家可以满足你一切需求。是吗？哦，那要是让你以身相许来替爸爸报恩，那你也愿意？爸，你瞎说什么呢？我说的是我郑家可以满足他物质上的一切需求，我可没说别的。明白。看来我特意给子期和小神医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是对的。我这个从来不把任何男人放在眼里的女儿，居然也学会害羞了。原来他在外面这么的受欢迎，可他是我的未婚夫，凭什么？郑总，你这个玩笑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笑。不过你这个病啊，既然我今天来了，就能够让你彻底恢复。真的吗，小神医啊？你还真是大言不惭。郑董事长的病已经困扰他多年，多少国医圣手都束手无策，而你一个20来岁的黄毛小子，居然敢口出狂言，说能替郑董事长根治。你这不单单是打了各位名医的脸，你这更是谋财害命。如果你治疗郑董事长出个什么3长2短，你担得起责吗？你这个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刚刚我拆穿了你的谎言，怎么打脸打得不够疼啊？苏毅，虽然我不知道你跟郑董之间发生了什么，但陈明说的没错，郑董的病确实很棘手，你可不要瞎逞强啊！这天下就没有我治不好的病。苏毅，你不吹牛会死的。我调查过你，你不过就是一个从山上下来的土包子，别说治病，恐怕连大字儿都不是一个。郑叔叔，我是陈家的大儿子陈明，小时候您还抱过我，您记得吧？自从听说您重病的消息，我和我父亲就倍感焦急，所以用尽了一切方式，找到了李逢春李神医来为您治病。如果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治好你的话，那这人非李神医莫属。这李神医，他来了吗？回郑叔叔的话，李神医已经到了，现在就在门口。哎呀，你怎么会让人在门口呢？来，快把李神医给我请进来。老爷，李神医来了。哎呀，李神医来了！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快，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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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李神医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跟我女儿找了你都快1年了，没想到今儿个你亲自来了。这死老头云游四海，行踪不定，能找到他才怪。不过还好是这样，给了我陈家一个和郑家交好的机会。苏毅，现在真正的神医来了，你还敢像刚刚一样大言不惭吗？有何不敢啊？郑董的病除了我能治之外，
别说什么国医圣手，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没用。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喜欢装，没想到你竟然是没脑子啊！什么话都敢往外说。你这话是不是说太满了？据我所知，这个李神医还是很厉害的，而且这种大口气的人不给他面子的。你，郑叔叔，您不会真相信这个不靠谱的二傻子能给您治病吧？他不仅口出狂言，甚至还对李神医出言诋毁。您知不知道，我把李神医请过来给您治病，到底有多难？我黄口小儿，老夫原本看你年少无知，不想搭理你，可没想到你却咄咄逼人。你今天不给老夫一个交代，你休想离开这里。交代？我给你什么交代？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吧。够了，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原本你跟郑董认识，我已经对你刮目相看了，但现在你竟敢在李神医面前班门弄斧，你现在赶紧跟李神医道歉。道歉？你怎么就能肯定我说的不是真的呀？这还用想吗？一个是医学界的中医泰斗，一个是乡下来的泥腿子，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呢。我呀，还真替清月感到不值。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摊上你这么个未婚夫？这样吧，爸，要不然就让苏毅和李神医各出一套治疗方案，二者相结合，或许效果会更好。郑小姐，事到如今，您还在替苏毅这小子说话。他一直在这里大放厥词，一看就不对。让他给董事长治病，这相当于把董事长往火坑里推呀。是啊，郑小姐，我是苏毅的未婚妻，我比您更了解他。他从小就在乡下长大，哪怕是会一点医术，那也只能算是一个赤脚医生，跟李神医根本就没法比啊。您把董事长的命交到这样的人手里，实在是不妥呀。是吗？可昨日他确实救了我吧？这又怎么说？哎呀，这还用说吗？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呗。又或者说，这一切都是他早有预谋。没错，现在也只能这样解释了。苏毅，别怪我，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帮你。郑洪峰董事长万一被你治出个三长两短，我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沈清月啊，沈清月，我可是你未婚夫啊！你怎么总是替别人说话呢？真是让我太失望了。你才知道啊，在清月的心里，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做未婚夫看待。行了，陈明，别再说这些了。趁事情还没有闹大之前，你赶紧跟我走。记住，以后这种地方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慢着！贬低完老夫就想走，没那么容易。刚才郑大小姐的提，老夫接受。老夫就要让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口小子吃得心服口服。真的吗，李神医？哎呀，这神医啊，不愧是神医，不但医术高超，人的气度都是一般人比不了的。这样一来，无论是苏先生还是李神医，两边我都不得罪，完全是凭借他们自己的本事。不要啊，李神医！我知道苏毅刚刚对您大放厥词，让您感觉到不舒服了。这样吧，我替他向您道歉，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哎，谁出神医还不一定呢，用不着你替我向他道歉。哎，苏毅，虽然我知道这李神医的医术确实很高，但我还是很看好你的，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失望？郑小姐，这小子他是肯定要让你失望。要是他会医术的话，我把头拧下来当球踢。有老夫这个神医在，你就放心。一会儿我在治疗当中，绝不让这个小子胡来。
其实啊，我在来之前，陈少已经把你的病症告诉老夫了。再经过我的察言观色，你究竟得的什么病，老夫已经了然于心。只要老夫略微出手，郑老，你这病我保证药到病除。哎呀，那个多谢李神医了。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闭嘴！你不说大话，是不是就活不下去了？这个可恶的家伙屡次三番的挑衅李神医，真当人家没有脾气吗？他如果再这样，我就算想帮他都难了。清月，之前啊，听说你有未婚夫，还挺替你高兴，可没想到居然是这么回事。现在啊，还真是对你有点同情。小子，一会儿我希望你的嘴巴还这么硬。郑老，老夫现在就准备给你施针啊！这小神医什么都好，就是有些太年少轻狂了。其实说实话，相比苏毅，我更愿意相信李神医，毕竟人家可是有着几十年的从医经验。爸，您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苏毅，快来帮我爸看看，刚才还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苏毅，让我来。郑小姐，我都怀疑郑董到底是不是您亲爹。他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您第一时间相信的不是李神医，居然是这个毛头小子，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是啊，郑小姐，您不也说了吗？之前苏毅给董事长治过病，但您看董事长现在的病还是这么严重，就证明苏毅的治疗根本就没有效果呀！您不应该再相信他了呀！沈清月，看来我们还真的是有缘无分。都给我闭嘴！怎么会这样？他的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爸，您坚持住！李神医，你在干嘛呢？还不过来给我爸治病！是，郑叔叔现在病得这么严重，您不赶紧去大展医术，看什么书啊？闭嘴！他这个病，老夫也没见过，我只能在典籍中找找。什么？您没见过？哎，不行，你不能过去。这个病连李神医都束手无策，你要是把他给治坏了怎么办？哎，这就是你们说的妙手回春的神医吗？我看啊，那就只是会临时抱佛脚吧。哼。爸，你感觉怎么样？什么？难道这个土包子真的会医术？小神医啊，你又救了老夫一命，那就是我郑某的再生父母，请受郑某一拜。哎，郑总，不必心急大意，我啊，只是帮你把体内的浊气暂时给压制住。要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还差一个最关键的步骤。什么关键步骤？是不是需要什么名贵的药材？那你说，不管它如何稀有，老夫一定想办法把它找来。啊，倒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了，帮我打一盆水来吧。还不快去！哎，好的，老爷。连李神医都束手无策的病，居然被苏毅给治好了，他到底是谁啊？怎么了，沈小姐？现在感到震惊了？身为苏先生的未婚妻，你却从始到终都没有相信过他。我要是苏先生啊，肯定得伤心死。都是我不好，原来是我误会了他。苏毅，对不？小神医，你要的水啊，放这儿就行。小神医，你这是……
小陈一，这还真是讲究啊！治病之前还要清理一下个人卫生。郑总，你把这个洗脚水喝了吧。什么？你让我爸喝你的洗脚水？其实啊，这老先生得的不是病，他是被人下了浊气。想要彻底去除这体内的浊气啊，只能喝这洗脚水了。这里面啊，可是有我20年的功力啊！只要喝了，就能药到病除，延年益寿。药到病除，延年益寿。你是当郑董和我们众人是傻子吗？啊，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小陈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给我讲清楚。郑叔叔，您还没明白，这个苏毅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他之前就是故意偶遇您，不知道用了些什么歪门邪道的方法，暂时压制住了您的病情。他今天呀，就是想故技重施，好博取您的信任。等他什么时候从您这儿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您这个身体恐怕就……不过呀，我真不知道我是该夸你聪明，还是该夸你傻。但凡你今天要不是用洗脚水，而是换一个方法，说不定呀，我们大家也就真信了。那个，爸，其实我也觉得这苏先生要洗脚水治病有点不太靠谱。哪有用洗脚水治病的？听听，郑小姐现在都不相信，你还有什么好说？你没听说过万物皆可成为药引吗？古有用马尿治病，今天我用我的洗脚水给郑董去除体内的浊气，有什么稀奇的呢？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什么找到了？难不成是治疗郑叔叔的方法？郑叔叔，这上面有种病症，跟您的情况很像。您看，您得的呀，根本不是什么浊气入体，而是一种罕见的病症，叫做视幻痛。还真的是这样。这之前就是因为我好吃嘛，吃的都是些个阴寒之的食物。可李神医，您是否有治疗这种尸骨幻痛症的方法？当然，尸骨幻痛症极为罕见，对其他人可能十分棘手，但是对老夫极为简单。只要老夫用上回春9针，给你扎上一个疗程，我保证你痊愈啊！切，回春9针，想要使用回春9针，必须使用真气玉针。可你这个老头就是一个普通人，身上没有一丝丝的真气，怎么气玉针？对了，郑董，虽然你这个病确实跟尸骨幻痛症的症状非常相似，但我可以100%的确定你不是。因为要得这个病，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童子身，也就是没有和女人发生过关系。很明显你不是。苏毅，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像什么吗？你就像个跳梁小丑。难道你没有发现吗？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你说的话了，你还要在这演戏吗？李神医啊，请您见谅，恕郑某有眼不识泰山，没有一直坚定的相信你。您大人不欺小人过，求您出手救郑某一命，在下感激不尽。如果我要是你的话，就现在主动下跪坦白一切，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保你条狗命。需要保住狗命的人，只能是你。郑董，不会连你也不相信我吧？好，那就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他这针下去，只会加速你体内浊气的恶化，你必死。所以，我也想相信，可是你这所作所为，让我怎么相信你啊？啊，郑某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子期，送客。苏毅，你真的让我很失望。好，小爷我热脸贴冷屁股。让你走，你没听见吗？你非要害死所有人才甘心吗？走！现在他还走不了，不仅闯入郑家来大吵，而且还侮辱国宾圣人。这算郑叔叔能放过你，李神医也不会放过你，否则今后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在他老人家头上踩？不错，老夫个人的荣辱是小事，但国医圣手的名头不能让你小子侮辱。哈哈，你不是质疑老夫的医术吗？小子，你看好了，老夫这一针下去，郑董的病就会好一大半。到时候我不但要你下跪道歉，而且还要把你下跪道歉的视频发到网上去，让你明白什么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看好了，小子。虽然我知道苏怡是在说大话，但对于我个人而言，真的希望他说的是真的。如果他真的有救得了郑董的本事就好了。郑董，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好多了，比苏毅刚才治疗的还要好。郑叔叔，李神医所用的那可都是医学正统，苏毅用的都是些歪门邪道的邪术。您怎么能把一个骗子和国学大师相提并论？对呀，看来是我老糊涂了。苏毅啊，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之前那么的相信你，把你请到家里来，奉为座上宾，可你却是在骗我。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症状叫做回光返照？10秒内你必死。苏毅，你不仅骗了我，现在还要诅咒我吗？我杀了你！10、9。苏毅，原来你不仅是跳梁小丑，还无药可救。现在不仅郑小姐想杀了你，我也想杀了你。8、7、6，好啊，土包子，这是你自找的。来人，有人想谋害董事长，快来保护他。4、3，就是这家伙欺负董事长，抓起来。郑某是阅人无数，怎么会欠到？郑老大他死了，怎么回事？林神医，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一定可以治好我爸爸，现在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爸好不好？之前是我不好，你一定可以救他，对不对？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爸。我说过，他这一针下去，你爸必死。神仙来了也难治。难道你真的会医术？而且你的医术比李神医的还要高超？我相信我爸不会就这么离开。对，洗脚水之前我也说这里面蕴含了他20年的功力，说不定可以救我爸。对，洗脚水。郑小姐，你还在相信这个骗子说的话？这洗脚水怎么可能让人起死回生？郑小姐，董事长已经去世了，您现在应该把董事长给入土为安，而不是您这样做是在侮辱董事长的尸体啊！闭嘴！我要怎么做，还轮不到你们的这指手画脚。你们这些人，个个都是害死我爸的罪魁祸首。他要是真的有个什么3长两短，你们会一个都不留。苏毅，你这个害人精，都是因为你，我们都是被你连累的。
苏叶，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快点跟郑小姐解释清楚，那洗脚水不能喝，你这是在骗大家的。你怎么知道不能喝？我实话告诉你吧，他要是想要他的爸爸起死回生，那就只剩下喝洗脚水这一条路。你这个乡巴佬不装逼会死啊？还你的洗脚水可以起死回生，你怎么不说你的洗脚水是大罗金丹呢？郑。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爸，你醒了，太好了，爸！爸，是苏先生救了我们，刚才我们都误会他了。苏先生，听说郑梦愚昧，不是先生大才。今先生救郑某一命，今后我郑某的命就是苏先生您的，哪怕上刀山下火海，郑某在所不辞。行了，我不跟你计较。好，爸，你先休息会儿。这不是真的。厉神医，您行医多年，见多识广，这洗脚水怎么可能会让人起死回生？发生的这一切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程少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那小子搞的鬼。郑小姐，您打李神医做什么？你们不仅差点害死我爸，现在还要污蔑苏先生，他你们都算是轻的，等着被我郑家封杀吧。郑子琪，你在说什么东西？你要封杀李老？你知道李神医是谁吗？他不仅医术高超，更是师从名门。纪南平纪老，那可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多少政界人物都要给他个面子。要封杀他的徒弟，你有几个脑袋？闭嘴！哪怕是中医界的泰山北斗，就是世界首富来了，我郑家也要跟他硬刚到底。难怪你知道回春九针啊！原来你是小瓶子的徒弟啊！啊，看来他只教了你医术，没教你怎么做人呢。黄口小儿，你敢传我的恩师叫小瓶子，你不想活了？他的医术都是我教的，我叫他一声小瓶子怎么了？够了，苏颖，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你当真要把天给捅破吗？人家季老都已经年过古稀，你还说什么他是你的徒弟？现在看来，陈明说的没错，郑总的病的确是你捣的鬼，因为你嘴里根本就没有一句实话。郑董，我建议您现在就赶紧报警，让警察来调查清楚，一味的相信他只会害了你啊！我原本看在苏先生的面子上，不想和你一般计较，可你这蹬鼻子上脸，真搞不懂，所以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有你这样有眼无珠的恶脾气？我有眼无珠？是你们才有眼无珠，把一个骗子当成宝。我沈清月虽然称不上什么天之娇女，但也是声名赫赫。像你这种既没有本事又爱装的人，根本就不配成为我的丈夫。黄奎小儿，咱们走着瞧。所以等一下，有什么事儿吗？也没有什么事。哦，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哎，我就是想问你，沈清月都这么对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和他退婚？沈家有难，小爷这次下山其实就是来帮助沈家的。如今沈家平安脱险，我也是时候该和沈叔说清楚了。我退不退婚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我也喜欢。喂，你倒是给点反应啊！这可是本小姐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和男孩表白。她该不会是觉得我在和她开玩笑吧？哦，陈小姐，你误会了，我一心向道，其实我……大小姐，不好了！天哪，我这眼花了吗？一向不近男色的大小姐，这居然
你干了什么？我刚救了你爸的性命，你就乱我造型，这恩将仇报也太快了吧！我不管，这可是我的初吻，你要对我负责。我还……对不起，大小姐，我也不想打扰你跟苏先生。可是穆家小姐从京城来郑家路上碰到青刀帮围攻，现在情况岌岌可危。可老爷现在病情刚刚稳定，我不敢。你说什么？赵叔，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青刀帮就是想要郑红枫性命的那个帮派。表姐，你不是在上京吗？你怎么来这儿了？我听说姑父病重了，特地找了个名医过来。不过，又是青刀帮！你们这帮混蛋！姚小姐，你打不过他们的。小姐不是让你在电话里面再带些高手过来吗？你怎么？他就是高手，最大的高手。有意思啊！就他下盘不稳，毫无站姿，是我穆家随便拉出一个下人也比他强吧？就是啊，子琪，这个小伙子一看就是个普通人，你怎么把他带来了？看来这郑家到现在呀，真的是穷途末路了。哼，居然找了一个普通人出来做挡箭牌。我们原本呀是想抓几个从京城过来的名医，没想到却有意外之喜，不仅让我们抓到了上京穆家的千金大小姐，还有这个郑家郑红枫的女儿也自投罗网，自动送上门来了。想抓我家小姐，你想得美！今天只要有我在，你休想动我家小姐一分一毫。小姐，快带大小姐走，这里有我顶着。哼，你以为你走得了吗？让我来说。哼，你以为你走得了吗？两位美女，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子琪，你快走！以姐姐的身份，他们两个不敢拿我怎么样。但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句，以后用人的时候要擦亮眼睛。我看你跟姑父是被他给骗了。表姐，你相信我，所以他真的很厉害的。杨小姐，你平时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关键时刻犯糊涂呢？我可是宗门境的高手，连我都打不过。你认为他一个人能打得过他们吗？大小姐、袁小姐，你们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没想到郑红枫的女儿居然是个傻子，好歹你也修炼过，难道你不知道修炼是需要看资源跟时间的吗？你看看这小子，不仅是个愣头青，还是个穿着朴素的二货。去！如果他是高手，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绝了。好有男人味，我喜欢。大小姐，你们快走！别碰我！要不是因为你，姚小姐怎么会不愿意带大小姐走？告诉你，大小姐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你做鬼都不会上我。不是，不就俩丑八怪吗？至于这么害怕吗？放心吧，既然我已经答应了郑子琪护她表姐脱险，那我就一定不会失约。妈呀！当家的，这小子说咱俩丑，我不依。小子，小爷我今天不把你穿成串串，我就跟你姓。表姐相信我，所以他真的可以的。这小子到底给子琪灌了什么迷魂汤，能让子琪这么相信他？该不会是竞争对手派来的间谍吧？还好出来之前随身携带了特制手枪，不然的话，今天恐怕得栽在这里。土鸡挖狗！
等一下，出事！不要耽误小爷的时间。等他爬过来了，你们俩一起上。苏先生，你可千万别逞强，这2个可是国际杀手排行榜的前10名杀手，你可千万不要轻敌啊！就这2二货也能在杀手榜排进前10，这杀手榜也太废了吧！臭小子，你别不知好歹，穆家小姐是好心提醒你，就算是坐镇我穆家武王境的长老，也不敢如此口出狂言。那你家长老也挺废的。虽有些本事，但却不知收敛锋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样的人终究是难成气候。小子，刚才是小爷我大意了，我没有闪。接下来看小爷我不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不可。当家的，我们一起上。我还以为你什么硬骨头呢，原来就这。臭小子，你不要太狂，今天我定要你的命。亲爱的，双休。呀！难道是何二世？不能绝情，何二世原来比我想象中还要恐怖。长老来了，都不一定能挡得住。他为何没事？不管是上京的墨家，还是天海的郑家，落到我们兄弟手上，都是这个下场。你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哎呀，你哼什么哼啊？啊！你哈什么哈？听他自己哼哈二将了。我表小姐，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国际杀手榜前10的2位高手被他训得像小学生一样啊？我也不知道啊，我知道他很强，没想到这么强。表姐！啊！别动！这家伙到底是谁呀？商场沉浮这么多年，这还是我们娟妃头一次看走了眼。苏先生，苏毅，你怎么样？你有没有事？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哎，小姐，你没事吧？我怎么可能有事？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大姐，你怎么样？你有没有事？我没事，多亏有苏先生在。喂，沈叔。哦，好，我现在就回来。既然这儿没事了，那我先回一趟沈家。哎，等一下。明天晚上我会在天海举行慈善晚会，我想邀请你来一起参加。啊，行，有时间我就去呗。啊，走了。表姐，穆家什么时候在天海举办晚宴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当然是特意为苏先生举办。表姐，你这是什么眼神啊？你该不会也喜欢苏先生吧？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是我的。傻妹妹，窈窕君子，淑女好逑，谁想算谁啊！哦，这苏毅怎么是这样的人嘛？沈叔叔，别难过，这知人知面不知心，您呀也是被他苏毅虚伪的外表给蒙蔽了。沈叔，你找我？好你个乡巴佬，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今日给我沈家惹了多大麻烦？你是谁啊？我是沈清月的堂妹，不是你管我是谁呢？你今日给我沈家带来这么大麻烦，我不把你五花大绑到郑家谢罪，实在难消本小姐心头之恨。来人！
绝育，别闹。爸，究竟是清雪在胡闹，还是您在胡闹？事到如今了，您还要维护这个骗子吗？我是嫁不出去了，还是怎么样？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吊在苏玉这一棵树上呢？是啊，大伯，能配得上我姐的只有陈少。陈少他想尽办法帮我们沈家解决麻烦，而他只会给我们沈家带来祸事。沈叔，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更不会伤害任何人。哦，是吗？苏毅，李神医可都跟我说了，你是用邪术才治好郑董事长的，这不出3日之内啊，郑董事长必暴毙。我劝你啊，还是在郑家揭穿你的谎言之前，赶紧投案自首。郑家的怒火，可不是你这么一个小人物能对抗得起。这是你与我之间的婚书，我要退婚，你配不上我沈清源。拿上它，离开沈家，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清月，爸，您是非要逼死我不可？这世界上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顶天立地独当一面？可您看看您给我介绍的这个男人，没本事没背景也就算了，一天到晚净知道给我惹事，而且我已经看在您的面子上给过他机会，他自己把握不住，我能怎么办啊？可是你，陈叔，就算清月不跟我退婚，我也要跟他退婚啊！我师父很早就算到沈家有一劫难，所以特意命令我下山帮助沈家化解此劫难。这是一张100亿的支票，应该可以帮助沈家平安度过此危机。强扭的瓜不甜，我和沈清月注定有缘无分。哎呀，苏叶，你是不是现在也知道自己兜不住了，所以想拿一张假支票拉沈家下手？我告诉你，你就是在痴心妄想。苏毅兄，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替清月找好了门路，上京穆家，住到明日啊，这穆家大小姐将会来我天海举办一场宴会，届时穆大小姐将会出席。听说还有一位神秘大人，而我啊，已经替清月搞到了这次晚宴的邀请函。等到时候我们攀附上了穆大小姐，甚至是那位神秘大人，到时候郑家都得在清月面前退避3分啊！沈叔，郑侯峰告诉我，陈家已经外强中干，马上就要爆雷了。你说这自己的屁股都擦不干净，却跑来这么热情的帮助你沈家，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太相信他吧。你放屁！小野，你确定吗？我可是刚刚打了5亿到成名的账户，这5亿可是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啊！哎，沈叔叔，我看呀，您还是不要相信他的鬼话，这明显就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您想想，如果我陈家真的家道中落的话，又怎么能够拿得到穆大小姐的邀请函？这晚宴的含金量有多高，就不用我多说。俗话说得好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沈叔也说了，刚刚才打给你们5个亿，有了钱还怕搞不定几张邀请函？够了！自己没有本事，还要污蔑别人。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答应我爸跟你好好相处，更后悔的事情就是跟你发生关系。什么？沈清月居然被这乡巴佬给睡了，这好婊子！不过还好，虽然得不到你的人，但已经得到了你的钱。小叶啊，小叶，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成名家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和清月我们2个可是亲眼看到过的，确定是个好项目之后，我们才给他打的钱。你这样说的话，你不光是在污蔑成名，你还是在说我们2个有眼无珠啊！清月已经把你们俩在旅馆的事情告诉我，他本来是打算跟你好好过日子，可是你看看你，你搞的什么呀？都是。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的，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沈君越，从你打我这一巴掌开始，我们之间就彻底恩断义绝。啊，不至于！哎，小易，你别走啊！哇，上京穆家不愧是上京第一豪门，举办起了宴会而已，居然将整个帝豪酒店全包下来了。陈少，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身份，我们能见到穆家小姐吗？还有就是，我们能攀上穆家的高枝吗？大伯，你就放心吧，这不一切都有陈少吗？他能带我们进来，就一定能帮我们搭上穆家这条线的，是吧，陈少？老子如果能和穆家说上话，那老子不就去高攀穆家了吗？哪能轮得上你？不过还好，今天晚上的机票，老子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沈叔叔，秦月，今天晚上啊，不仅穆家大小姐会来，还有一位神秘大人物要到来。听说这穆家大小姐之所以在我听海办宴会，就是为了这位特别的大人物。由此可见，这位人物他的地位绝对远超上京穆家，所以呀，攀上穆家只是其次，给这位大人物留下好印象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哎呀，那可太好了，清月，那我们就定好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好好努力。我们要是跟这个大人物拉上关系，那我们沈家的危机和小易的危机就都解除了。爸，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不要在我面前提苏毅这个名字，他就是个骗子。就算他不是骗子，那我们也是两个世界的人，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嫁给他。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你这土包子怎么来了？苏叶，你怎么过来了？你跟踪我？沈大小姐，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恋？这个地方你能来，我怎么就不能来？你当然来不得了，土狗！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整个天海最顶级的酒店，又是上京穆家大小姐亲自举办的宴会。就凭你这身份，如果不是仗着我姐的旗号啊，你连大门都进不来。苏叶，没想到你这个人不仅满口谎话，还出尔反尔。昨天不还说要跟我恩断义绝吗？怎么今天又来纠缠我？秦月，这你还看不明白？肯定是因为郑董事长身死，家要扛不住，所以呀，才特意跑过来求你帮忙。啊，对了，小叶，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那个李神医说，郑董他3日之后就……哎呀，小叶，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沈叔，你放心吧，事情不是像他们说的这个样子。今天啊，我其实是被邀请来的。大伯，你听到了吗？我们沈家都没资格收到的邀请，他居然说自己是被邀请过来的，真是笑死我了。求人就要有一个求人的态度，我是真没想到，你这都死到临头了，竟然还在这装。谁骗人，谁在装，自己心里最清楚。苏毅，我原本看在你曾是我未婚夫的份上，打算再帮你最后一次，但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赶紧走吧，待会儿保安来了把你丢出去，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来，大家都来看看，这个呢是我们沈家的上门女婿，他呀之前在外边招摇撞骗，致死了我们天海的首富郑董事长。我姐啊早就劝过他了，但他不听啊，因此啊我姐才跟他退了婚。但他现在又来纠缠我姐，还想把我们沈家给拉下水，你们都来评评理呀！哎呀，我是早就听说这郑家出了一个神棍的，原来是他呀！自己惹的祸，跑这来让一个女人给他收拾烂摊子，你说他怎么配当男人呢？你也听到了，不怪我看不上你，所有人跟我都是一样的想法。你要是还有点良知，就赶紧去公安局自首吧。哎，叔叔，您现在上去帮他呀，那就相当于是把清月往火坑里冲。对，小叶，那清月他们说的对，现在唯一能保你一命的方法就是你快点去自首吧。你放心，清月不管到什么时候，她都是你老婆，不管你在里面待多久，
他都会等你的。申叔，我知道你是好人，可为什么你总是偏信别人的一面之词呢？你说郑董死了，你有证据吗？我怎么回事？谁敢在穆小姐的宴会上捣乱？就是他。他不仅在穆大小姐的宴会上捣乱，而且他还是个杀人犯。快，把他抓起来！好大的胆子！和苏先生过不去，就是和我郑家过不去。哎，不是郑董已经死了吗？怎么郑小姐还会出现在这儿啊？而且打扮的这么漂亮。就是啊。郑小姐，他们都说郑董是不是真的？郑小姐，我早就跟您说过，让您不要相信这个骗子，否则的话，郑叔叔也不会死的。郑小姐，你打我干什么？敢咒我爸去世，谁给你的胆子？郑小姐，照你这么说的话，令尊他还没死啊？当然没有。诸位，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父亲的身体情况，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回复大家，我父亲不仅没有死，而且病情已经基本痊愈。将他从鬼门关拉出来的，就是眼前这位苏先生。真的假的？这不是，我是听说郑董事长已经病入膏肓了，多少大夫都束手无策呀。也就是这2天的事儿，这么严重的病都能治好，那这年轻人也太厉害了吧？还这么年轻，不可能！郑洪峰如果要是没死的话，这么重要的宴会，他为什么不到场？而且，他又为什么专门跑过来求清月帮忙？郑小姐，郑董他没事儿，那自然是最好。但我请你以后不要再相信苏雨说的话，你这样做完全是在害人害己。沈清月，我们好歹也算有个婚约，你不相信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出言诋毁我呢？那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更多无辜的人因为你而死。姐，别跟他废话这么多。像他这种坑蒙拐骗、害人性命的畜生，就应该下地狱。你说的没错，确实不应该再和你们说多余的废话。今天在场的人，凡是诅咒过我爸，我一个都不放。来人，把他们通通都给我抓起来！谁敢？您终于来，您再来晚一点就见不到我了。你父亲危在旦夕，身为女儿，你还在这儿袒护真凶，你真是愚蠢之极。还有你小子，昨天你口出狂言，说我师父来了，你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啊！现在我师父来了，你还敢说这种话吗？啊！哎呀，这位不就是李神医的师傅？那不就是人称华佗在世的季老啊！哎呀，想不到这老人家年过80，身体还如此的康健呢。我跟你说，重点不是季老能来哦，哎，重点是那小子马上就该遭殃了。我有什么不敢？他自己的医术平平，还带出你这样的顽劣之徒。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把回春九针交给他。师傅，您听见了吗？这不是我夸大其词啊，这小子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呀！哼，放肆！老夫治病行医60载，还从来没有遇见你。我真不知道该说你是无知呢，还是愚蠢。用邪术骗人也是法，现在季老当面，你还敢说这些话？我看呀，你是真不知道中医泰斗的含金量有多高吧？他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哪里认识季老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我看呀，他认识他们最大的人物，应该是他们村村长吧。
不是大伯，我说你，你看你给我姐找的都是什么垃圾啊！诸位，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富即贵的，但归根结底，你们也不过就是普通人。只要是普通人啊，就难逃这生老病死。这只要是生病呀，就免不了要李神医或者季老来为你们救治。而现在，有一个不懂是非的毛头小子在面前侮辱你们未来的救命恩人，你们说，我们能答应吗？能放过他吗？当然不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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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老在给别人看病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娘胎里和羊水呢，有什么资格诋毁季老啊？有什么资格说季老医术平平？就是，哼，赶紧给季老跪下道歉，否则的话，我们一人给你一拳，就让你的照片挂墙上，挂墙上！苏毅，你看到了吧？现在你已经引起了众怒，你再不认错，你的后半生将会万劫不复。认错？我又没有错，我认什么错？沈小姐，你这么着急让苏先生认错，是在害怕什么？哦，我知道了，你是怕自己有眼无珠，将来后悔终生吗？郑小姐，我这是为了你和董事长好，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没错，郑子琪，就算郑洪峰他现在没死，但李神医说了，3日之后他必死无疑。为了你父亲，我劝你还是不要临完不临了。趁着季老今日大驾光临，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请季老为你父亲看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维护这个臭小子。聒噪！还有你，我用不着你替我着想，与其操心我，不如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将来该如何在悔恨中度？毕竟你错过的是你这辈子都仰望不到的存在。我仰望不到的人，他有什么资格让我仰望他？我沈清月就算是俯视，都懒得多看他一眼。清月，你说的什么呀你？沈叔，你不用再当我和沈清月之间的和事佬了。沈清月，我希望你记得你今天所说的话。好，好，好，你是一定要一意孤行，维护这个臭小子是吧？那你就是在得罪季老，在得罪在座的各位富豪。我倒要看看你郑家能有几条命。老头，看够了吗？才10年没见，你就把我忘了？大胆！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来人，把这个狂妄无知、目无尊卑的家伙拿下！谁敢阻拦，同罪论处！等等，师傅，徒儿知道您这一生是治病救人，不愿与人交恶。但是这个小子实在是蹬鼻子上脸了，你今天不好好教训他，以后谁还把您放在眼里呀？对，季老，支持你，支持你！季老，季老，我们支持你，支持你，支持你！季老，我们支持你！师傅，你怎么打我？你是不是打错了？没打错，我打的就是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的？啊？你说他蹬鼻子上脸？现在就告诉你，我愿意让他蹬着我的鼻子上我的脸，怎么样啊？季神医，您是不是？给我滚开！姐，这怎么回事？这季老该不会是被这惹祸精给气糊涂了吧？哎呀，小叶，你听沈叔说一句，你赶快过去给季老认个错。这个浪子回头，为时未晚嘛。沈叔，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但你放心，这个老头不敢拿我怎么样。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狂妄自大的人？苏叶，你看看你给好好的季老都气成什么样子了，不想死就赶紧。老头，想起小爷我是谁了？苏叶，你还敢？是，我现在全部想起来了。
既然记起来了，那就……师傅啊，徒儿终于找到你了。师傅，上次一别，你才10岁。师傅，你走了之后啊，连个性命都没有留给我。从此以后，徒儿就觉得今后无缘再见到师傅了。可是上天有眼呐，今天终于让徒儿得偿所愿了。师傅，哎呀，我不会眼花了吧？堂堂医学协会会长，中医界的泰山北斗，居然给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下跪，这事儿说出去谁信啊？嗨，这不是重点。重点，你刚刚没听到季老说吗？啊，季老在认识这个孙先生的时候，孙先生才10岁。哦，哇，这究竟是什么人物啊？竟然10岁的时候就收徒，而且还收的是季老这种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行了，这么多人呢，注意影响。师祖。难道真的是我的师祖？若是师祖的话，我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师祖，逢春知错了，以逢春为谋的医术，怎么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是逢春自不量力，求师祖开恩，千万不要把我逐出师门呐！师祖。姐，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说苏毅是个神龙，是个骗子吗？怎么2个神医都给他跪下了？难道真是我误会他了？亲爱的，你真的是每天都在给我惊喜，我好像更爱你了呢。哎呀，清月，你看看你搞什么呀？你从小我就教育你，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搞清楚了再盖棺定论。你看看，这么好的一个女婿，你硬生生给我搞丢了。凭什么？凭什么要把所有人的过错都怪在我一个人的头上？要说误会苏毅，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行，我知道了。哎，而且就算你医术再高，那又如何？到头来还不是只能做一个大夫。我沈清月要嫁，就只嫁那种真正的大人物。念在你不知情的份上，这次我就饶了你。不过你这个徒弟啊，不仅医术不行，人品也不行。就罚他用他一半的财产做慈善，引以为戒。谢师傅。起来吧。施主，我这就去办。跟我走。这一定是老天爷在跟我开玩笑。怎么把你这个罪魁祸首给忘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让他也尝一尝被人欺辱的滋味。是，你们敢！今天晚上的晚宴可是上京穆家穆大小姐穆玄飞举办的。郑子琪，你有几条命？竟然敢在穆大小姐的宴会上抓她的朋友？朋友？没错，我就是穆大小姐的朋友。非但如此，我还和穆大小姐今晚要宴请的大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陈少，你说真的吗？你之前不是说你只是跟穆小姐认识吗？我那不是低调吗？我要不这么说，今天宴会的人来找我敬酒，我烦都要烦死了。太好了，如此一来，我们更有机会可以结交那位连穆家都仰慕的大人物了。真没想到，在咱们当中，陈少才是最低调的大佬。他不仅认识穆小姐，他还认识那位大人物。哎，我可听说了，这大人物可是有什么样的来头啊？好像说是什么宗师类的什么高手啊？那不废话吗？上京穆家乃是华夏第一豪门，能被穆家尊重的人，那能是一般的？而且据我知道，那位大人物啊还很年轻，不知道是哪位天之骄子。苏毅，你现在赶紧向陈明道歉。陈清月，你没事吧？让我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骗子道歉，凭什么呀？是啊，女儿，
小易已经证明了他自己没有说谎，而且他真的会医术啊！他治好了郑董的病，你怎么非得让他给程明道歉啊？所以，我知道之前有些事情我误会你了，但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以陈少的背景和能力，想掐死你是分分钟的事情。趁现在事情还没有闹大，你赶紧跟他道个歉，说不定事情还会有缓和的余地。哎呀，小易，虽然清月他话丑，但是这个道理是对的。万一程明他跟那个大人物关系密切，你要是不道歉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呀。沈叔，我不是都说了吗？他就是个骗子。所谓的陈家早就外强中干了，别说认识什么穆大小姐，就是带你们进来的邀请函，估计也是花钱托人买的。没想到你不仅冥顽不灵，还心胸狭隘。承认别人比你优秀有那么难吗？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不难，但对于他来说可就不一定了。不然怎么叫他说大话的装逼狂呢？沈小姐，让我猜猜看，你这么着急替陈明说话，不就是想通过他结交上今晚穆姐姐要宴请的那位大人物吗？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见的那位大人物，其实就是苏。哎呀，亏我还高看你一眼，没想到你这么能装啊！上京穆家那是100年世家，别说是你，就算是纪南平都高攀不起。所以你又怎么可能会是连穆家都要仰望的大人物？诸位，咱们天海市虽然是副省级城市，但毕竟不是文化政治中心。所以我们天海的各种世家想要跻身世界一流豪门，简直是难如登天。而现在，穆大小姐在我天海举办的晚宴，就是给了我们跻身世界豪门的机会。而他，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居然敢冒充那位大人！这件事要是让穆大小姐知道了，不仅是他，我们天海市所有的世家都得一起完蛋。陈少说的对，哼。这家伙自己作死就算了，还要连累咱们，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咱们今天绝不轻饶他。对，不能轻饶他。对，给我住口！你要干什么？是要造反吗？今天谁敢跟我师傅过不去，那就是跟我过不去。季老，叫你神医，那是我对你尊重。但是你别忘了，你能有现在的地位，都是我们这些有钱人给你捧出来的。我们给你面子，叫你上神医。我要是不给你面子，你算个屁呀！秦体之，只知道坐井观天，我只是低调罢了，并不是没有能力。你信不信？只要我愿意，不光是这穆大小姐的慈善晚宴，就算是全天上的豪门，会以我为尊。哎呀，小易啊，你怎么又吹上了？不是都跟你说了吗？这些大话于事无补，而且还会激化矛盾的嘛。爸，他这不是说大话，他这是不知死活。幸好我提前有所防备，早早的跟他解除了婚约，要不然我沈家迟早被他给害死。乡下来的土包子哪里见过什么大世界？该不会以为自己会点医术就天下无敌了吧？看到了吧，你现在又成了大家的公敌。自己想想，你想怎么死？是我们把你的腿脚打断，将你扔出去呢，是等穆大小姐来了亲自出阵？上京穆氏财团执行总裁穆宣飞到。这位就是叱咤上京商界无人敢惹的穆宣飞穆大小姐。这人呐，不仅经商手段高明，而且这人还长得这么漂亮，谁说不是啊？坏了，我人还没来得及离开，这穆大小姐怎么先到了？陈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穆大小姐是你的好朋友吗？现在她来了，你怎么不上去迎接迎接啊？事到如今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真是不知死活。爸，你也看到了，我看在曾经跟他有过婚约的份上，一直在劝他，一直在帮他，可他非但不听我的，还变本加厉。如今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接下来他是死是活，
跟我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请你，陈少，希望你可以帮我跟穆小姐还有那位大人物引荐一下，事后清月必定给你记住。个屁！老子吹牛的话你也信？别说那位神秘的大人，就算是穆小姐，人家认识我个毛线！陈明啊，你倒是说句话呀！人家沈小姐还等着你帮她引荐大人物呢。郑小姐，你休要得意。今天苏毅敢在穆小姐的宴会上大放厥词，多半是仗了你的势，所以他今天闯的祸有你一半的责任。你还是好好想想，一会儿该怎么跟穆小姐交代清楚。穆小姐您好，我是天海市沈氏集团的总裁沈清月，同时跟陈少也是好朋友。我听说您跟陈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您认识一下，顺便再认识一下您邀请来的贵宾。朋友？完了完了，这下让沈清月这个臭娘们给我害死了！哟，这穆小姐居然笑了，看来穆小姐跟这陈少确实认识啊。哎呦，你说早知道这样，我们王家平时就应该跟陈家多走动走动嘛。谁说不是呢？现在马后炮晚了，只有以后啊多巴结巴结了。穆小姐这是什么？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冒充她的朋友，她难道不怪我？算了，不管了。眼下趁着这个和穆小姐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必须得在她面前好好表现。穆大小姐，就是这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冒充您邀请来的大人物，而且他还扬言说上京穆家什么都不是。刚刚呀，我正想让人把这小子赶出去，结果您就亲自来了。不过您来的正好，您正好啊，可以亲自把这小子抓起来，以彰显穆家的威严。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狂妄无知的代价。现在我可以考虑咱们曾经有过婚约的份上，帮你求个情。只要你现在向穆小姐下跪道歉，我可以不计前嫌的帮你求一下穆小姐。放开！沈清月，你未免也太自大了。别说是我没做错什么，不需要道歉。就算是我真做错了什么，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面子吗？还是说，你觉得他有这么大的面子？你言完没听？并不是我不善良，而是苏毅当真无可救药。看到了，穆小姐生气了，穆小姐彻底生气了。别说是郑子琪、纪南平能保住你了，今天就是玉皇大帝都保不住你。上位者尊严不可辱，这就是你强行装逼要付出的代价。这废物直接被穆家大小姐打死算了，免得成为祸害。穆大爸，你是要害死我们沈家？穆小姐正在气头上。可是我们也不能看着小易就这样完蛋了呀。那是他自己找死，跟咱没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想过，他这样做可能只是为了让你高看他一眼？只有真正有本事的人才配让我沈清月高看，而像他这种既喜欢装又没有本事的人，只会让我感觉到恶心。苏先生，怎么提前过来了？也没跟我说一声。苏先生，我没吃早饭，刚好有点饿，所以就先进来了。这什么情况？堂堂的穆大小姐居然称呼这位年轻人为苏先生，哎，难道他们俩认识？而且感觉穆小姐好像和他比陈明还要计较。是啊，他们好像真正的好朋友啊。你不是想让我给你引荐今天的贵宾吗？这位苏先生就是。什么？小易居然是穆家大小姐要宴请的贵宾？上京穆家要宴请的贵宾，那一定是卫林金字塔塔尖的人物。小易，究竟是什么身份？这不可能！我看不上的未婚夫，居然是我一晚上都想见到的贵宾。陈明，你告诉我，你不是说你认识穆大小姐吗？你不是说你认识那个大人物吗？他不是苏毅，对不对？啊！何金月，你总说我狂妄无知，其实是你是迷糊。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你还看不出陈明才是那个真正的骗子。
从头到尾，他都是为了骗你们的钱。城市银行诡计，沪上银河15亿，还有20亿的高利贷。陈明，陈家的所有资产加起来一共只有10几亿，你是怎么欠这么多钱的？你不要叫我爸！你有眼无珠，冤枉小叶也就罢了，你居然还引狼入室！你知道吗？你转给他的5个亿，是我抵押了所有公司的股份，从银行贷出来的。姐，你不是说这项目特别靠谱吗？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跟着投500万啊？陈叔，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谢谢你，小叶。我们俩这么对你，你还以德报怨的帮我们。我知道了，是陈明，这是陈明搞的鬼，一定不能他跑了，抓住他！不仅扰乱了我为苏先生举办的宴会，而且还煽动群众为难苏先生。你当我穆宣飞是不存在的事？把他的双腿给我打断！我要让你知道的，有些人不是你能惹。是。穆小姐，我错了，求你不要杀我！啊，苏先生，苏先生，你才是大人物，我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蝼蚁，是我有眼无珠。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我马上把你岳父的那5亿元全部都赚回去，啊！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靠近沈清月了。我求求你！想不到最后竟是我一直都看不上的未婚夫帮了我。沈清月，难道你真的错了吗？你靠不靠近沈清月我不管，但我觉得你就是个祸害，会让更多人遭殃。带下去！放开我！放开我！苏叶，我青刀帮帮主黑龙到。青刀帮，我这大名鼎鼎的黑恶势力，青刀帮他们怎么来了？当然是来算账的。今天在场的，除了姓穆的、姓郑的，还有这小子，其他人只要归顺我青刀帮，再交上1亿的保护费，就可以免除一死。黑龙，你别太猖狂！今天的晚宴可是穆家的主场，哪怕你青刀帮平时再横行霸道，我不相信你们敢不害怕穆家？怕！废话真多，打的就是穆家。原本我们老大只是想吞掉郑家，可没想到，这穆家的千金大小姐主动送上门来，那我们岂有不吃掉的道理呀？啊！哦，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这2位是追魂和鬼影前辈，难怪昨天你让小月连夜赶回去。原来你早就预料到今天黑龙会来砸场子，你让小月回去搬救兵了。因为我是你啊，傻丫头！如果连这点预判都做不到的话，我还怎么替姑父报仇？大小姐，把这个叫什么黑龙的人交给我，让他在1分钟之内心服口服的跪在郑董的面前赔罪。莫大小姐，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答应，因为你的这个手下根本就打不过他。你瞎说什么？鬼影和追魂叔叔都是宗师级别的高手，他们怎么可能打不过区区一个黑龙？别说是一个，就算他们2个一起上，
你压根不是他的对手。小子，别以为昨日你救了我家大小姐，就在这里狂妄自大，再敢胡说八道，信不信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苏叶，我知道我误会了你，我对不起你，但是宗师级别的人物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陈清月，你还是信不过我。虽然我确实不太相信两位宗师打不过一个黑龙，但不知为何，我好像更多的是担心苏叶会出事。这怎么可能？居然被苏毅那臭小子给说中了！不，绝不可能！第一豪门世家的高手，不过如此吧。看来这第一豪门是该易主了。你到底是谁？宗师已经是这世界最强的存在，怎么可能一次性干倒2个宗师？大小姐，快走！这家伙已经入了魔，功力已经不如大宗师境，普通常人不是他的对手。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一个都别想走，都别想走！哇，苏毅居然能和大宗师过招，且不落于下风。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早上，大小姐还说让我收苏毅为徒，老夫当时还不愿意。原来我是井底之蛙了。以苏先生的鼓励，应该老夫拜他为师才对。入魔大宗师，土鸡瓦狗。刚才是苏先生救了我们呀！天海市王家家主王成仁，感谢苏先生的救命之恩。从今往后，我王家愿为苏先生肝脑涂地，马首是瞻。赵家，何家，我周家，愿为苏先生马首是瞻。谢谢苏先生马首是瞻。医术武道都有两把。如今还能让这么多大佬同时与他马首是瞻，沈清月啊，沈清月，原来不是苏毅配不上你，而是你配不上他。陈叔，虽然郑家给的支票被你们撕了，但我已经吩咐了各界的名流对你们沈家多多帮衬，你们沈家以后只会水涨船高。好了，师傅交代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得回去了。沈叔，再见。苏叶，我之前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所以对你造成了很多误会，对不起。刚才在酒店，你不是已经说过了，而且说了不止一次。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做个好妻子。可我们不是已经退婚了吗？我们两个注定有缘无分，破镜无法重圆。同样的道理，有些人，有些事不能强求。表姐，我都跟你说了，所以他是我的，你不能跟我抢。我都说了，谦谦君子不好求，像苏毅这么优秀的男人，连抢不算什么。怎么没完没了了？师叔，帮我停一下，我得走了。苏毅，你站住！苏毅，杀手，打死你！哎，好好的一个女婿，就这么搞成别人的了。哎，说到底，原来都怪我，我应该坚定不移的相信小姨才对呀。
爸，别说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当好这个未婚妻，所以才把苏月给弄丢的。不过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弥补，一定会让她重新回到我身边。